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 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。许多在湾区买房的家庭都会问我 ，Redfin 等网站上的学校分数是从哪里来？这些数字是否真的能代表学校的品质？在美国加州，学区的评价体系并不是由房地产网站自行生成，而是来自一个全美家长和房产买家最常见到的教育数据源 Great Schools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加州的学校评分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，以及你在 Redfin 上看到的那些1到10分究竟意味着什么。首先，你在 Redfin Zillow 看到的学校分数，并不是这些平台自己给学校打分，而是统一来自 Great Schools。Great Schools 从加州教育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获取全州所有公立学校的官方数据，再把这些数据经过内部算法整合，转化成一个学校评分。也就是说 ，Redfin 只是展示了评分，而不是创造评分。很多家庭看到学校分数，以为这就是对学校、老师、校园文化或孩子发展的综合评价，但事实上，这些分数的基础几乎全部来自标准化考试与统计数据。加州学校评分的第一项关键指标是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。加州使用 CAASPP California Assessment of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系统来评估学生在英语、数学等科目的表现，而 Great Schools 会将每所学校的测试结果与加州的整体平均水平做比较。如果一所学校的学生表现远高于全州平均值，它的评分就会更接近9分或10分；如果低于平均，则会落在1到5分之间。也正因为考试成绩权重很高，我们才会看到富裕地区的学校普遍得分更高，因为这些区域的家庭资源、补习能力和语言优势都会影响考试表现。除了考试成绩以外，学生的进步程度也是 Great Schools 重视的指标之一。它不只看学生分数高不高，也会比较学生从上一年到下一年的成长幅度。如果一所学校成功让基础较弱的学生进步明显，它的 Academic Progress 评分就会更高。这个指标特别能够反映学校是否真正帮助不同背景的学生提升能力，而不是仅仅依赖家庭资源。对于高中而言，大学准备度也是评分的重要部分。Great Schools 会统计学校的毕业率、AG 课程完成率、AP 课程的参与比例与通过率，以及学生是否具备申请加州大学系统所需的基础要求。一个 AP 参与度高、大学录取率稳定的高中，往往能得到8分以上的评分。近年来 ，Great Schools 还增加了公平性 （equity） 的指标，用来衡量不同族裔、低收入家庭、英语学习者以及特殊教育学生在校内的表现差异。如果一所学校成绩优异，但不同学生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距，这所学校的 equity 评分就会下降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高分学校的综合评分却不高，因为在公平性项目中未能达到预期。这些数据最终会被 Great Schools 综合成一个单一的1到10分的分数，用来代表学校在全加州范围内的大致位置。一般来说，9到10分代表成绩领先、家庭资源丰富、学区竞争激烈；7到8分表示学校稳定、表现良好，是大部分家庭最常选择的区域。而4到6分的学校并不代表学校差，而是学生背景、语言比例、经济状况可能更为多元。至于1到3分的学校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社区的整体经济条件，而不一定代表老师或学校本身不好。Redfin 上的学校评分确实提供了参考价值，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，因为它过度依赖测试成绩，并且与家庭收入也往往正相关。因此，在真正评估学校时，家长通常还会参考学校官网的资料、实地参观、家长群体的反馈、课外活动资源、校园安全性等信息。换句话说，一个高分学校不一定最适合每个孩子，一个中等分数的学校也可能在某些领域非常突出。总的来说 ，Great Schools 的学校评分，它是根据标准化考试、学生进步、大学准备度、公平性等多项指标计算得出的。这些分数能帮助你快速理解一个学校在全州中的大致定位，但不应该作为判断学区好坏的唯一依据。如果你想了解某个学区的真实情况，或希望深入比较不同城市邮区的学校差异，
我可以为你提供更全面的分析。我们下期见。